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猫宇宙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段爱情，被网络上的吃瓜群众围观到热火朝天。它可能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，也可能只是普通人中发生的亲密关系。从曾经的甜蜜互动到后来的疏离冷淡，每一个细节都会被一帧一帧的拿出来，用放大镜详细检视。年龄差、财富差、身份差，人们一边围观一边下着结论，说，他图他的钱，他图他的资源，这段关系迟早要完。于是我会很好奇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关心别人身上发生的爱情故事呢？为什么别人的爱情故事会在我们心里掀起这么多复杂的波澜呢？今天我就想和你一起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，轻轻地来想一想这个问题。这让我想起作家雷蒙德·卡佛出的一本书，名字叫做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》。今天我想说的是这本书里同名的小故事。故事是4个成年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并且轮流说起他们自己理解的爱情。我到现在都记得它，是因为它让我意识到一件事，原来我们在谈论爱情时，常常并不仅仅只是在谈论爱情。第一个人说起了他的前男友，那个人为了证明爱他，一次又一次地伤害自己，即使分手之后，这种伤害也没有停止。他和现任伴侣为了躲避这种以爱为名的伤害，过得像是逃犯一样。虽然他一直认为这也是一种爱情，但他的现任伴侣却一直忍不住地问他，这真的是爱情吗？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点震惊的，也有一点本能的抗拒。我心里想的是，如果这是爱情，那我可不敢要啊。接着是另一对伴侣，他们的爱情正在发生。男人夸张地吻女人的手，并且把手放在女人温暖的大腿上，就没有再离开过了。房间里的人看着都笑了。那是一种很身体的、很当下的亲密，好像不需要解释，它就在那里。然后第4个人说，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他说，他现在在灵魂和肉体上都爱着自己的妻子，可是他也说自己曾经同样深深地爱过前妻，只是后来爱变成了恨。他说，爱情会消失，过去的爱情最后只剩下一点记忆，甚至连记忆都不是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有点困惑，如果爱情这么容易被改写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过了很久都清晰地记得，并且反复地谈论它呢？不只是自己的，也包括别人的。接着他讲起了另一段爱情，一场车祸之后，一个病人再也看不见了。他说，真正让他痛苦的不是车祸本身，而是因为打上了石膏，他无法动弹，无法从眼洞里看见他的爱人了。好像在那一刻，爱情被说成了一件非常安静的事，不是激情，不是誓言，而是你还能不能看见对方。这4个人在一起说了很多关于爱情的话，到最后灯关了，房间里一片黑，只剩下每个人的心跳声。也许卡佛并不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情，他只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了那里。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，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？人们常说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但也许并不是因为爱情本身真的有这么多答案，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经历去理解爱情这个词。
有些人谈论爱情的时候，心里装着的也许是一段曾经被辜负的关系，也许是一次差点失去却又重新抓住的亲密，又也许是在为一种从未真正拥有过的连接找一个名字。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爱情，不管是甜蜜的、失控的，还是让人不安的，我们往往并不是在分析他们，而是在不自觉地把自己放进去了。还有一些人其实是在心里问，如果是我会怎样选择呢？如果是我能不能承受？如果是我会不会也犯同样的错？在这个意义上，围观并不仅仅只是猎奇，它更像是一种在安全距离里重新理解亲密关系的方式。此外，也有一些人不用真正经历那段关系，仅仅通过围观和讨论，就已经在心里悄悄地试了一次：我想要什么？我害怕什么？什么样的爱情会让我感到安全呢？也正因如此，同一段被围观的爱情才会引发如此多不同的解读。有人看到算计，有人看到依赖，有人看到权力，也有人看到渴望。也许我们看到的从来不只是那段关系本身，而是我们把自己也放进了那个故事里。所以也许当我们谈论别人的爱情时，真正被反复整理的并不是他们的关系，而是我们自己对亲密、对安全、对失去的理解。也许正因如此，有些爱情故事会在我们心里停留很久，不是因为他们给出了答案，而是因为他们碰到了我们心里还没有想清楚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，轻轻地问自己一句：当我谈论爱情的时候，我其实在谈论什么呢？而如果你也想到了一些自己的爱情，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和大家分享你的思考和感受。欢迎来到大猫宇宙，我们下期见。